大家好，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脉轮。如果你开始接触身心灵，一定都会听说过关于脉轮这个说法。那么脉轮究竟是什么？它对我们有什么切身的影响？下面让我来一一解说。脉轮系统也被称为脉轮或是 chakra， 是一种源自古老哲学和灵性传统的概念，特别在印度教、佛教和瑜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脉轮系统涉及到人体内的能量中心，他认为身体中存在一系列主要的能量中心，这些中心称为脉轮，彼此连接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能量网络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尽管脉轮系统在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，但它更多是一个能量上的概念，而非生理学上确切存在的实体。传统脉轮系统里面常见的7个脉轮分别是：从下到上，海底轮位于脊椎底部，与生存、基本需求、稳定感相关；脐轮位于脊椎下腹，关联情感、亲密关系、创造力、性能量；太阳轮位于脊椎上腹，与自尊心、自我意识、个性、个人意志相关；心轮位于胸部，关联爱、情绪感知力、同情、慈悲和平衡；喉轮位于喉部，与沟通、表达相关；第三眼或说是眉心轮位于额头中央，与直觉、洞察力相关；顶轮位于头顶，与意识、灵性链接相关；海底轮、脐轮、太阳轮总称为下三轮，它和在三维落地显化、实践、有所作为，并且和其他人产生亲密链接相关，可以看作是身心灵里面的身的部分。喉轮、眉心轮、顶轮统称为上三轮，它和我们的更高意识、直觉、灵性密切相关，可以看作是身心灵里的灵的部分。那么心，顾名思义就是心的部分，它位于上三轮和下三轮之间，起到一个承上启下、平衡、调节和链通的作用。当7个脉轮都激活、正常运作并没有堵塞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场完整的身心灵体验是这样来完成的。我们把顶轮看作是一个天线，它可以接收到我们更高意识，这里可以说是我们的灵魂或是高我的链接，让我们能够下载来自于高维度的智慧、灵感、认知。这些信息是跨越多重维度的宇宙意识和万物为一体的合一意识。这些接收到的信号通过眉心轮这个感应器进行传导，眉心轮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来哪一些是来自于直觉和高我的信息，类似于有时候你就是可以听到一个内心的声音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即便没有通过任何逻辑的分析，但你就是知道。这样的灵识就是通过眉心轮来感应的。在玄学里经常会提到的一些所谓的特异功能，比如说是遥视、心通，也是来自于第三眼这里的特别能力。当这些高我的信息被接收并且被成功导入以后，喉轮的部分会以某种沟通的形式把它表达和传递出来，因为归根究底，信息就是需要传播的。这样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说和周围的人聊天，或说是我这样做视频给大家，有些是通过舞蹈、绘画、艺术的形式。总之，它的目的是分享。接下来，心轮对情感和万物的感受力为这些信息添加了感情色彩，可以更加生动和富有感染力的去链接更多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经常形容某些人、某些事走心。下面到了下三轮的部分，如果上三轮到心轮都是合一、大爱、宇宙意识，那么下三轮开始有了个体的自我意识，就是我们的小我部分。太阳轮主管个人意志，这里的信息会被包装成属于自己的个性化作风，就好像一种品牌化的方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宗教里的终点可能都指向同样的真理，但却有各种不同的流派。这就是信息在下三轮出现了一个个性化的呈现。接着，主管创造力和情感的脐轮让这些信息以独特又丰富的形式展现出来，可能是一种特别的行为艺术，或是某种让大家可以忍不住疯狂转发的视频。
它一定是结合了对三维人性的一定认知，这样的链接才可以让更多三维个体产生共鸣。这里的链接和心轮不太一样，心轮是以爱为出发点，这里的链接是以三维的情绪、需求和欲望为出发点。最后海底轮把所有这些玄乎的东西全部落地。海底轮主管的生存和基本需求，它让我们明白如何让这些信息对我这个个体产生利益。人活着，这个肉体终究是要生存的，海底轮把它转化为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我们的小我带来好处的实事，或说是把它们变现。从上面的初步形容里面不难看出，7个脉轮每一个都缺一不可，它们共同运作来帮我们完成了这一场完整的身心灵体验。但凡某一个脉轮不平衡了，都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造成身心灵的不平衡。上面描述的是每一个脉轮都赋能和畅通的状态，那如果它们失衡了，能量过剩或者过低，会发生什么？要如何改善呢？下面我就为大家总结一下。海底轮失衡常见的情况有：对生活极度缺乏各方面的安全感，害怕失控、多疑、生存焦虑、抑郁，对物质执着，充斥着各种恐惧，永远对自己和对现状不满足。身体经常的反应就是睡眠紊乱、肠道问题、体重异常。脐轮失衡常见的情况有：无法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，无法表达情感，人际关系里掌控欲过强或是过于孤僻，丧失对生命的热情而变得灰暗，缺乏表现力。身体上的反应是两性生活方面不平衡、内分泌失调、情绪紊乱等等。太阳轮失衡常见的情况有：缺乏自信心、缺乏勇气、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无法积极的去表现自我，受害者意识，觉得自己是无力的，被不公平对待的。身体上的反应多半是胃部的疾病，总是感觉到委屈的情绪。心轮失衡常见的情况有：自怨自哀，经常伤春悲秋，或是麻木不仁、冷漠，缺乏同情心，害怕放下，害怕被别人伤害，很重的心防，低价值感、不配得感，严重的还会觉得行尸走肉，丧失对生命的热情。身体上的反应多半是心脏、胸部，有时候会出现胸闷、肩颈的问题，心肌或是身体的这个部分堵塞而产生的一些乳腺问题。喉轮堵塞常见的情况有：怯场，害怕跟人表达真实的想法，害怕在公众面前交流，退缩，口齿不伶俐，不懂如何表达。身体的反应一般是甲状腺、咽喉、牙齿和耳朵方面的疾病。第三眼失衡常见的情况有：缺乏直觉力，不相信直觉，犹豫不决，缺乏灵性和智慧的认知，而更倾向于消极的、负面的限制性信念。总之就是格局无法打开。身体的反应有头痛、眼睛和鼻腔的问题，脑部和神经问题。顶轮失衡常见的问题有：觉得生活没有任何意义，与世隔绝的孤独感、绝望、抑郁、存在危机、空想而无法落地、能量的混乱、刻板的想法、过度思虑。身体的反应有头疼、头晕、记忆力减退、身体平衡力减退、睡眠紊乱、疲倦、没有动力等等。说完了7个脉轮堵塞的情况，解决的方法其实都大同小异，就是需要我们在生活里融入一些可以平衡身心灵的活动，比如说瑜伽、冥想，听针对不同脉轮频率的疗愈音乐，适当和大自然不定期的去接触，多吃有营养、有机的干净饮食，或者说是借助水晶、精油一类进行能量净化。最重要的，学会去觉察、释放和疗愈自己的情绪卡点。我们的脉轮就是我们身体神奇的7个指挥中心，只有它们互相同心协力，相互交错，关照好每一个脉轮，它们才可以为我们的生命体验完成一场和谐的演出。